每年的4月1都能看到海盗动画化的消息，但我每年都能被骗的点进去。然后每年被骗完，我都会去搜下海盗相关的产品来疗愈一下内心。结果不搜不知道啊，一搜才发现，去年发的 MB 半富士竟然跌到1700了，再领个券不就稳稳1600了吗？那必须搞一台。什么？你说1600还是有点下不去手？没有关系，拼多多帮你再加码，正好现在春季大促，天降福利。拼多多这波也是下了血本，联合众多模型品牌做补贴，1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个 MB 的海盗X1半富士。平时实体店或者官网买要1700多，现在动动手指无痛拿下。另外，如果你也真想要同款的其他 MB 海盗高达，一样可以在这个专场秒杀到。胶圈都知道，买胶必去拼多多，正品低价有保障，有福利一起领。我给大家争取到了3000个粉丝福利优先抢的名额，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链接了。库存实时更新，只要下方的链接还在，就是还有库存。另外，在我的专属链接里点进去，还能领取专享的大额优惠券，全场通用，想买什么魔丸都可以。兄弟们还不赶紧冲！好的，那么事不宜迟啊，赶紧来继续开箱。其实去年初的时候我就想买了，毕竟这款给的东西那量是非常足的，可以看到配件都装了3层系数啊，不仅是原本X1的武装以及半富士的武装，甚至基层 ABC 也给了完整的全富士。对于没有全富士的兄弟，多少算是代餐了。不过本期视频既然主角是半富士，那我们还是先从这个全新的形态半富士的造型开始，和大家一点点聊清楚这台机体的所有细节和机设的来龙去脉。那首先咱们还是得把所有的半富士需要的零件都给装上，这里把X1的本体给装完，继续上零件。首先咱们先来装这半边的披风，先把这个挂扣给抬起来，然后把披风按肩胛上的装位给装上扣住。这里就能看到有个内部的卡扣啊，把它向下折，扣到肩胛的上部给它挂住，这样披风就锁死了。然后把2个小翼片展开，防止干涉，把骷髅全套翻开，装位对准披风上的插槽扣进去，压到底的话应该是扣得很紧的，不会松脱。接着另一边装上这个巨大的肩胛，那在设定里这个东西是给超绝光束狂刀功能用的，内置了一台独立的发电机，通过外接连线来功能。接着就是这个主角了，超绝光束狂刀了。第一步必须先把造型手握住，不然待会儿会特别的难装。然后拔掉这个外盖板，露出内部的接口。然后加装上这个加固的灰色零件，再把刚刚的刀身外壳给装上，然后再把连接件的另一端扣到光束盾发生器的孔位里，接着再把手型装上手腕就 OK 了。最后把银色的线缆插到刀身后方的功能用孔位处，搭载就全部完成了。好的，那么半富士搭载完成的造型就是这个样子了。其实长谷川老师对机设还是挺有研究的，以前觉得全富士很霸气啊，现在看半富士不对称也很帅啊。那这个形态登场于和这台 MB 差不多时间发布的前传漫画，讲的正是西部克化名金凯度以后，和塞西利一起以重新集结十字先锋的名义，对抗企图摧毁地球的木星帝国的前传故事。重组的十字先锋缺少优秀的机师，于是金凯度不得不找萨比尼来了一场比武招亲，2个曾经敌对势力的死对头通过对决来决定去留。而此时金凯度所驾驶的就是塞纳利最新锐的这台海盗X1，并且金凯度选装了半富士的装甲，装甲上的 ABC 基层披风和艾力场发生器作为X1的绝对防御，挡住了萨比尼的一次偷袭。而右臂上的这把超绝光束狂刀则是这次公平对战中2人的决斗武器。不过此时的萨比尼开的不是海盗X2，所以没有搭配一个肩胛的发电机。另外在漫画中啊，这把刀的出力看着也并不是很离谱，但在模型里呢，这个东西只能用离谱来形容了，仿佛戴哥没活了，开始堆特效了。可以看到这个特效全展开的样子啊，我整个桌面都放不太下，而且因为特效件太重了，必须给它上一个辅助的透明支架，可能这样看大家没有实感啊。就拿刀身来说吧，这个长度已经和本体是一个级别的了，这里直接给比刀身大2倍的光束特效。这个护手的部分也给了2个超大的特效件，护手展开的同时就能和前面的特效合体了。但最离谱的还得是这个剑尖啊，比刀身又长了1倍，再把这个玩意儿装到前面，这把刀的实际长度就已经突破天际了。再根据杠杆原理，可怜的 X1 根本就拿不住啊！所以除了支架辅助，官方还推出了另一种握法，就是这个辅助的握把展开，然后你就能感受一下什么叫摆个 pose， 镜头根本就抓不到全貌，运镜都得来个好几秒啊！像这样的 pose， 我还是自己 P 一个特效吧。哦，对了，这把刀的背面还有一个小彩蛋，这个地方貌似是个光束炮口，但是我试了啊，特效件装不上。这时可能就会有兄弟疑惑了，怎么还能射击呢？那按长谷川老师的设定，这把刀本来就是未来村镇狂刀的原型，而村镇狂刀就是可以当光束炮来用的。那这把刀也没有像村镇狂刀那样去做出力限制，算是实验武器。包括这个半富士的披风，我当年看钢铁7人的时候啊，整备班在20小时内就紧急改出了一台全富士，这个事情真的令人很震惊。尤其是这个基层 ABC， 这个完成度和造型，你说这是20小时内想到的创意？漫画之前也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啊。
骷髅头的埃立场发生器也是，那这一切呢，这台半富士也算是给了答案，这不过是塞纳利的技术演进，这样也算是说得通了。只不过到底是长谷川老师为了这个设定给 MB 包了一盘饺子，还是万代事先准备好了这碟醋，那就讲不清楚了。不过我是真没想到这次戴哥良心大大的有啊，他本可以只给半富士的半边，结果竟然把整套全富士的披风全部给塞了进去，这还是我认识的万代吗？安装全富士首先要拔掉核心战机，拿掉这个胸甲，换装成带有2片小翼的胸甲，然后再像之前介绍过的一样，再把披风给装上去。先把披风卡进肩甲的槽位内，再扣紧肩甲外侧的锁扣，最后再装上埃立场发生器，最后再把这个类似吸血鬼男爵的衣领插到披风两侧预留这个卡扣处固定，最后的最后再把核心战机装回去就 OK 了。那正如之前所说，漫画中已经确认了全富士的方案其实是早就存在了的，所以金凯度当年驾驶过这台 XE-FC 也不奇怪，但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万代真舍得给啊。不仅如此啊，他甚至连本来专属于托比亚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埃立场全套也给你带上了。不过这也是理所当然啊，毕竟就多了2个连接件的事，顺手就给了。把连接件一头插到全套内部，然后另一边展开光束烙铁标识器，把连接件按光束盾的孔位扣上去就 OK 了。那这么一来呢，再结合上当前半富士的价格，这不妥妥的全富士代餐吗？对于没有看过海盗高达漫画的兄弟们来说，这么想也没错，但我作为钢七的铁粉必须说一句，他俩是不一样的。为此我还翻出了压箱底的 XE-FC， 这么一对比的话，是不是发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毕竟他俩的底子就不是同一台 XE 啊。最显著的差别除了右边头上附加的天线以外，就是胸口装甲的造型了。右边抛弃了十字先锋标志，换成了带火神炮的骷髅头，这也正是在 XE 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次修改迭代的 XE 改。而左边的这一台就是最开始的基础款 XE， 或者说 F97。另外两者的武装也有很大的不同。那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对这台真 XE-FC 感兴趣？弹幕里扣个1，人多的话下期就来聊一聊它。除了设定上的区别，这次两者的披风涂装也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用的金属漆，但半富士这个高亮的光油，说实话，如果不像现在这样打光的话，其实是不咋好看的，还是右边的质感会更好一些。当然，因为2个披风套件完全同模，你是可以互换的，甚至是连托比亚的骷髅之心也是能换上的，只不过只剩个骷髅头了而已，下半边还是十字先锋。所以你带最精了，这里还是留了一手啊。对于只是喜欢全富士造型的，半富士相当于是再版了，而对于真正的钢漆真爱，那必须还得原味 OG， 两者并不冲突，都有钱赚。OK， 那么刚刚一直在聊这台 XE 的外披风和装备，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一台海盗高达 XE 有多少了解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脱下它的披风来介绍一下这台本体。首先，故事得从这台核心战机讲起。作为 UC 前100年就已经逐渐废弃的机构，塞纳利此时看重的是其携带机体数据逃生的能力。宇宙巴比伦建国战争10年后，希布克和塞西利发现了木星帝国摧毁地球的阴谋，以残存的贵族主义者的名义重组了十字先锋，同时为了获得武器补给，与塞纳利签订协议，由十字先锋作为测试驾驶员，为塞纳利的新锐武器提供实战数据，而原名 F97 的海盗高达便是其中的测试项之一。当然，这么明目张胆的支持宇宙海盗，不是一个好的军火商的生存之道。于是塞纳利为 F97 加入了很多海盗特征，同时将机体编号也改为了 XM-X1， 也就是这台希布克驾驶的 Crossbone Gundam X1。那由于需要考虑到未来木星作战时的高重力环境，机体不仅仅需要宇宙活动的多方向的推进喷口，同时出力也必须能跟上木星引力的拉扯。那按照常规的设计，很可能会变成像夜鹰一样又大又重。但塞纳利给出的答案就是这个 X 型的推进器核心战机。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这个玩意儿的宇宙全向推进能力很强，甚至机械臂还能做 M-back 机动，可谓是天才的设计。另外，虽然 MB 的比例崩坏了，但 X1 和 F91一样，只有 15.9 米，全备重量也才25吨不到的小型机，同时和 F91一样搭载了生物电脑，只不过是搭载在头部的，加上小型化，头部的散热负担就很重了。所以本机还继承了 F91的另一个特点，张嘴，在热极限时打开嘴部释放冷却剂散热。那 MB 这里是给了脑袋顶的结构，向上拉的话，嘴部就会展开。除了各种传感器以外，头部还搭载了2门60毫米火神炮，配合核心战机上的2柄能变成光束剑的光束枪口，组成辅助射击阵列。而 X1 的主要射击武器则是这把长得像碎发枪的光束枪，别看造型很别致啊，自带辅助瞄准镜，出力也不低。MB 这里还给了连接的插装，可以装到侧裙甲上。另外，如果觉得威力还不够的话，这把枪还能和光束斩马刀的刀身合体，变成高能光束步枪。MB 完美还原了这个结构，可以把刀口翻上去扣住，然后就能对接上枪口了。斩马刀的刀柄甚至还给了步枪握把的展开结构。而为了进一步的提升瞄准，海盗高达的右眼还增加了一个类似眼罩的瞄准镜，瞄准时会弹下来罩住眼睛，但这种机构就过于别致了。戴哥这里是直接给了一个替换头，而这一切这台半富士都没有阉割掉，全部都给了。
甚至是这个核弹的零件啊。没错，在漫画中，这把枪不仅能射光束，还是榴弹发生器，而且打出去的弹头还是核弹。只不过在 UC133 年遍地都是光束盾的年代，除了 Wisbar 以外，远程武器已经式微了。而 F97 的特点其实就是近战强化，因为近战武器稍微增大功率就能突破光束盾。于是塞纳利给 X1 安排了这把光束斩马刀，能够产生非常大功率的光束刃。而 MB 这里也给了2种规格的光束刃特效，规格也算拉满了，并且这把斩马刀作为主武器，也是能被挂到侧裙甲上的。那前面也说了，叉一的近战是为了解决遍地的光束盾，那光束盾作为标准武装，叉一自然也是有的，而且采用的是高端型号的独立发射器，所以性能会更好。这个光束特效也非常大啊，戴哥也不吝啬，给了2个，直接插到光束发生器的插孔里搭载。漫画里金凯度更是用2个盾牌加光束斩马刀硬扛了一发 V-SPA， 可见叉一武装优异的性能。当然，作为近战的特化，这个盾牌就不止盾牌那么简单了。前面也有提到啊，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光束烙铁标识器，可以像这样翻下来当做拳套套在手上，通过调整光束产生的方向向一点集中，变成这样的锥形刺。能够变成刺刀的盾牌，在战斗中的效果就更是出其不意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叉一的小生版里藏了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就比如这个前裙甲，其实这是个剪刀矛，可以像这样把2侧给翻出来，变成夹子夹住敌机，并且是可以射出的。射出后有一根海盗风格的铁锁锁链连接 ，MB 这里也是给了2根金属锁链来还原，并且还给了剪刀矛对应的支架连接件。此外，小腿后方还有玄机啊，这里能翻出一个握把，设定中这里能弹出匕首小刀作为应急的武器来使用。当然 MB 这里就是替换件了，同时这个刀刃还能装到脚底，设定中这里也能弹出刀刃，甚至能将刀刃发射出去当做暗器使用。另外这个刀刃是通过喷口的余热来加热的，所以相当于变相的热能小刀了。其实对于这台 OG-X1 来说，还有一样关键的东西啊，就是 ABC 披风。为了协助近战冲锋，做了特殊处理的披风，能扛下5次光束直击。可惜这次的半副式已经有基层 ABC 了，这帅披风自然也就被砍掉了。我倒觉得还好啊，这要是也能给的话，那就真不是万代了，原版X1也别卖了。那最后的配件就剩下这几个继承的手型了，一对大尺寸的握枪手用来握住燧发枪，一对实心握拳手，一对开掌手，一对小幅度空心握拳手用来握剑柄的，一对半握的开掌手用来握斩马刀，还有一对小幅的握枪手用来握合体后的光束枪的，量大够用，造型 OK。那么研究完了所有的配件，最后的最后呢，还是惯例来看一下可动。首先可以看到啊，这个脖子整个是个双段关节，但这个结构除了给抬头留足45度以上的空间外，其他方向上几乎是没有受益的，低头只有20度不到。这个左右的侧摆也几乎是没有空间的，只有球冠带来的一点微乎其微的可动。360度转头虽然 OK， 但是必须把下巴给抬起来。大臂根部做了一个可以拉出的伸展的关节，来提升前后蝴蝶间的可动，向前转大概30度多一点，向后也是差不多的角度，非常的不错。肩胛是独立的关节，可以向上翻起，也能从前面翻开，另外还给了一段这样的上下滑动的可动。这个小的护肩也是能翻起的。大臂根部的360度大风车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需要避开背包的干涉。侧平台略微超过90度，非常的不错。大臂根部也配备了360度水平平转关节，同时小臂下段也是给了360度平转的。虚肉这里真的是第一次玩，非常紧啊，又特别怕掰断，有时候 MB 真是玩的心累啊。虽然配置了双段的关节啊，但最后的弯曲就是离180度差一点，只能说造型没有设计好啊。手腕的红色装甲也有20度左右的摆动幅度，最后这个手腕关节也能摆动30度左右。来到腰部，首先挺胸不到30度，不过可以看到腰部是3段关节可动啊，实际上弯腰能达到30度以上，还是很不错的。另外弯腰后露出的装甲缝隙也有金属色的内构填充，不过左右的侧摆就很拉了，只有装甲缝隙的15度的范围。最后由于裙甲的干涉啊，360度转腰是做不到的，只有左右70度的转动范围。前裙甲可以大幅的抬起，因为是武器啊，所以也能像这样旋转。侧裙甲只能轻微的抬起，但是能向后转。后裙甲可以抬起60度，很不错。裙甲抬起以后，大腿的前踢可以达到90度以上，接近120度的幅度，但就是太紧了。不过后踢的幅度并不大，只有30度多一点，可惜了后裙甲的可动。不过侧踢基本不受侧裙甲的干涉，90度平台没有问题。大腿根部也给了正常的360度平转关节。接着来看到屈膝的关节啊，这里能看到一个半圆的线位结构，不过弯曲是可以做到150度以上的，可惜膝盖这里就是一坨纯铁，没有什么细节。脚踝架这里有轻微的摆幅，脚掌也可以做30度左右的轻微转动，脚尖也能45度以上的独立上抬，整个脚掌也能抬起45度左右，很不错。
从向下翻也有差不多的幅度。最后左右的接地是比较取巧的，需要调整脚掌的位置，才能像这样向内掰45度，向外的幅度其实也是差不多的，45度不到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台 MBX1半富士可以展示的全部东西了。说实话非常的爽啊，量大管饱。X1原版几乎所有的配件武装，除了披风外全部拉满，全富士的外加也直接给满一套，还给了原创的半富士武器，可玩性极其优秀。再加上现在降价，可以说是 MB 海盗系列最值得入手的产品了。那这次也是讲得很详细啊，把能讲的机设给都讲了，希望路过的各位给个3连支持一下。好的，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想看全富士 X1 改的兄弟，记得点赞预约哦。那么大家下期再见啦！